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雨著。第528章疯狂推塔。河道上 ，Prime 战队已经聚齐4人，而上路的野区则有 Lucky 的老夫子镇守，做出视野窥探敌方的行踪。老夫子在河道上巡视了一圈，确定 Thunder 战队的成员没有出现之后， Prime 战队基本上就明白 Thunder 战队采取了一个开局蹲蓝的策略。更何况 Prime 战队其实根本不需要判断，他们有李元芳。Acon 的李元芳靠近野区，被动技能立即窥探出敌方的野区有3个人，东皇太一、刘备和边路的哪吒、刘邦2者之一。Prime 战队尚未入侵野区，早已经洞察一切先机，就凭这一点，李元芳就是个 bug 中的 bug。转眼来到30秒 ，Prime 战队入侵开始，旺财的姜子牙走位靠前，直接一个2技能盲放在蓝 buff 旁边的草丛中。不用看也知道这个技能完全命中了。李元芳的被动技能实在是太管用了，而苏哲的苏烈二话不说，直接冲进草丛，强化被动之后狂 A 敌方3人。同时 Tiger 的嬴政也快速跟上，一技能给出圈住敌人。视野出现，草丛中的果然是东皇太一、刘备和大鱼的哪吒，3个人被姜子牙的2技能给命中，双防直接迅速下降。前期被姜子牙2技能命中之后，双防降低极大，这个时候普通攻击打过去全部是真实伤害。一集团的话，打中吃了姜子牙2技能的英雄，完全可以体验一把刀切豆腐的快感。更何况姜子牙的2技能还有一个恐怖的减速效果，完全命中的话，减速可以达到 90%。因此 Thunder 战队的3个人已经完全走不动了，彻底被限制在了野区之中。解说子豪惊叹道：“我们看到这一波旺财是真的立功了，姜子牙范围极小的2技能居然命中了 Thunder 战队的3个人，这一招放得精妙，旺财功不可没。”芊芊则道：“不过这与李元芳的被动技能也脱不开关系。李元芳的被动技能实在是太 bug 了，完全限制了 Thunder 战队的反蓝。对面东皇太一看见李元芳连野区都不敢入侵了，老老实实蹲在自家野区，可是这也没用，蹲在自家野区也被欺负了。”而说话的功夫 ，Prime 长歌的苏烈已经利用3次普攻击飞留住了大鱼的哪吒。哪吒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交出召唤师技能闪现，快速离开战场。职业赛场上的选手召唤师技能往往只带3种闪现、净化和乘机，因为这3种召唤师技能在职业赛场上的功能性最强，因此平时路人局中常见的哪吒带斩杀、杨戬带斩杀、白起带眩晕或者斩杀之类的情况在职业赛上并不常见。职业赛场上的哪吒也好，杨戬也罢，以及白起所带的召唤师技能无外乎以上3种。哪吒交出闪现跑了，但东皇太一却不能就这么离开，毕竟 Thunder 战队的刘备没有闪现。东皇太一走了，那么刘备必死无疑。与此同时 ，Acon 的李元芳直接一招一技能平 A 打出伤害 ，Tiger 的嬴政与姜子牙跟进进攻，很快将东皇太一的血量打成残血。Thunder 战队的东皇太一颇有牺牲精神，为了保护刘备转身贴上 Prime 战队，但贴上来的结果就是送死。随着李元芳一技能的爆炸，一血直接诞生 First Blood。 而在同一时刻，在姜子牙无解被动的帮助下， Prime 战队直接升级到2级，根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在野区里扫荡一圈就直接到2了。Prime 战队前期的节奏太好了，拿到了东皇太一的一血，逼走了刘备，逼出了哪吒的一个闪现，而且看起来这片野区也已经被他们承包了。子豪摇头叹道。芊芊也点头道：“没错，这样的前期压制能力实在是太强了。就算是东皇太一也完全没有办法，在姜子牙的辅助下，我想李元芳很快就可以到4。”事实也的确如此，逼走了 Thunder 战队的3个人， Prime 战队轻松收割野区，苏哲的苏烈回到下路清线，李元芳与姜子牙则继续游走。碍于姜子牙前期的恐怖威慑， Thunder 中路的武则天几乎都不敢冒头，
一旦被姜子牙的二技能打到，要么交出闪现逃命，要么就只能等死。更何况此时的姜子牙已经有了一技能，抬手一炸就可以强制位移。回到己方野区清空3只野怪之后，李元芳就直接到4了。有姜子牙的一方升级速度太快，到达4级的李元芳二话不说就往中路冲去，他已经开始要带节奏了。我们看到开局刚刚2分钟不到，李元芳就已经4级了，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而此时再看一下 Thunder 战队这边 ，Thunder 战队的平均等级只有2级。解说无奈地说，而 Thunder 战队中路的武则天只有2级，被对线的 Tiger 的嬴政压得龟缩塔下，刚想走位到经济圈中吃点经济，忽然一道光芒从草丛中射出，姜子牙抬手一个一技能炸的武则天被强制推到河道上，随后立即衔接2技能减速武则天，并且降低双抗。武则天吓死了，浑身都是冷汗。这种时刻也顾不上什么高手的体面了，直接一个闪现往防御塔下跑去。保命要紧啊！太恐怖了，前期姜子牙的威慑实在是太大了，一个2技能丢中武则天，吓得 Thunder 的武则天直接闪现。子豪道，这样一来，中塔可能要不保了。子豪分析的没错，在姜子牙出现之后，李元芳直接从河道出现，嬴政一技能给到塔下清理小兵，李元芳直接开启一技能套中，防御塔开始输出。在这一波进攻之中，嬴政和姜子牙也纷纷到4，姜子牙直接站住线上给出大招，大招对防御塔同样生效。这就是李元芳体系的第1次 gank， 我不一定要杀人，但我一定要推塔。Thunder 的武则天早已经吓跑了，他可不敢在防御塔周围徘徊。李元芳一个大招还没交，嬴政一个大招还没交，这个时候留在塔下，那就等于是送死。于是李元芳几乎是扛着防御塔的保护机制，直接强拆防御塔。在恐怖的输出面前，一切保护措施都是白搭，中路防御塔直接被摧毁。Prime 战队又收获了一波额外的经济。Thunder 战队毫无招架之力啊！中路的塔拆得太快了，这样一来 Prime 战队是很容易滚雪球的，前期就被推掉一塔，这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。芊皱眉说道，替 Thunder 战队捏了把汗。而这就是李元芳体系的 bug 之处，前期拿塔滚雪球拉经济，做视野，随后全局紧逼敌人，偶尔控1-2条龙，团战根本不会输。而与此同时 ，Thunder 战队的刘备正努力地清理野区，下路野区早早的清完。刘备尝试去线上抓一波 Prime 战队的 Lucky， 但尴尬的是 ，Prime 战队 Lucky 的老夫子已然到4，但 Thunder 战队却没有一个人到4。刘备、东皇太一、刘邦3个刚到3级的英雄去迎顶4级的老夫子，很有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但 Thunder 战队没有别的选择。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上。他俩应该很足了，没用。他做了能管事儿，10秒一个大，攻速吧。攻速还是。A 不动的，不可能 A 动。断了呀！
别追了呀，追啥呀？每次打的点咱们都没有防御塔。还好这波点去又有那个。又有那个什么？正在路上。我操，就是一刀推2下就直接死。太恐怖了。断了。没断，他没有平 A 了。好家伙，这年头我得靠什么上分？得靠辅助上分吗？天！这把扁鹊是可以，给我其他的中路我也不好打。貂蝉更别说了，貂蝉蹦都蹦不动。小兵旁边我还是别站了。这血他能掉吗？我天！几秒钟一个大，他们打什么玩意儿？这他妈奶爸加奶妈！那什么？